最近有一个央视，是不是别的地方？是央视拍了一个照片。这个影片是什么？这个影片是习近平跟军委会开会的画面，就是这张照片。可是现在不断的传出说，习近平非常的生气，习近平脸都黑了。没错，习近平说他被军委会穿小鞋了。对，没错。实际上这个会议是12月4号，习近平出现一个在这个视察所谓的信息支援部队的时候，然后主持会议，然后陪同呢有张又侠，有何卫东，这样非常重要。所以呢，这个场合里面来说啊，你看他是坐在这个位置。虽然没有错啦，他是一尊坐在这边，然后可能这2排人是跟他坐得很远 ，OK 啦。如果我跟他讲，这到底怎么样呢？如果假设今天是真的是没有这个主席台的时候，他是真的这样做是没有错的。但是问题是，宝杰，因为央视拍那个过程里面，它有一个画面，因为一开始是这样拍，但是拍到画面的时候，拍成这个样子的时候，就拍到这里，就拍到这里。大家看到这里之后觉得，哎，不对啊！你看习近平坐在这边，但问题是他这边是有主席台的啊。我有主席台，有台子的，有台子，你居然没有上去，你知道为什么有台子没有？有一个高阶的，没有，他们叫什么？你叫做下台的主人嘛？啊，对啊，台下的主人嘛，台下主人跟下人就一样意思嘛。所以我跟你讲，中国惯例是这样，只要有主席台，一定要坐在主席台上面。这样吗？一定要这样。不是台下的主席跟下台主席，不是就是这个意思吗？这就是穿你小节。所以为什么习近平很不爽？下台的主席，对，那你说，这个字可以放在这个地方，那有什么问题？你可以投影在这边也没什么问题。那个投影很容易，你觉得军方要加一个投影机会很难吗？对，根本不是这个原因嘛。所以我跟你讲，这摆明了就是要给习近平穿小鞋。以前大家讲，他以前他是因为什么？他是要做一个视讯会议。对。可是我们注意到，以前如果听简报，这视讯会议照讲，你会应该有个荧幕的。结果你这个荧幕，刚刚讲，你这个荧幕是在这里，对不对？对。你要个荧幕，这里有荧幕吗？你这里搞要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对，这个需要放在习近平的前面吗？当然不需要，而且就算是荧幕，我这边可以加个投影机，荧幕可以吧？这根本不是什么技术的问题。我跟你讲，这就是军方故意要给他穿小鞋。简单来说，为什么故意？你看坐在旁边的人，一个是张又侠嘛，一个是何卫东嘛，大家南东赶快了，你也没有坐在主席台上面，你也没有坐在主席台，这要传达去你也没有坐在主席台上面，你是台下的主席，下台的主席，这个在中国官场是非常非常之忌讳啊，所以这样习近平脸色超难看，你看。这个后来拍的这个画面，你看张又侠在这边，何卫东在这边，你看习近平整个脸头歪着，让他气得要死啊！所以这是这个会议后拍的照片。对啊，还剪了一名武高拍垮，他气得要死，就说你在搞什么？当然了，我觉得习近平他可能也是形势比人强，毕竟他的这个之前把守的苗华被调查了嘛。那目前为止看起来的话，至少可以证明一点，习近平在军方至少他已经不是说话唯一的唯一的这个说话有话语权哦。张又侠显然呢。他在军中的实力呢，可能不会比习近平更差哦。就是蓝起北多啦，我们是坐在同一个你虽然是主席，但是我们是一样高的这个状况啦。好，因为就是中共的这个解放军或者中共这些高官，他们就有他们住在哪里？住在大院里面。对，大院里面刚才讲，他们就是有一个社区，这个地方是跟别人隔开的，这个地方是有保护的，这个地方是安全的。可是现在他们这个大院就是中国官员的庄园社区，竟然频频被纵火，而且他们叫做什么？叫做宪宗事件。宪宗事件就是说官逼民反嘛。那民间呢，民间这些人呢，可能对于这个地方土豪、地方官员，你要压榨我们，你又没办法这个受到这个正义放火的，我就会放火。这个事情都是针对可能地方官员。你看这是什么？这是在重庆南川一个地方，它有一个这个中国官员家属所属的这个休闲庄园，目前为止被放火。那被放火为什么会放火？听说了，这个官员里面有跟民间有些纠纷，然后他就说，反正我呢是官员，你也没办法拿我怎么样。结果这些民众不爽不开心，他就说没办法保护你 ，OK， 我就去把你的庄园把它烧掉。所以这就是所谓为什么叫宪宗事件，就是对地方官员的不满。那除了这个地方之外，还有在山东省滨州市也是一个社区，这个社区突然发现一个爆炸之后，大家觉得为什么突然之间有一个爆炸，很奇怪啊。然后这个附近的这个玻璃啊，全部被震碎了。然后当地奇怪的是什么？警消人员很快就到了之后就把它封锁起来。那封锁起来之后，大家都不能谈这件事。但是媒体都爆了，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呢有一个村级干部人，他就住在这里面，然后就有人呢跟他有一些这个所谓的仇恨，然后就把爆裂物带到这种东西里面去的，在他这个地方呢引爆他。所以呢又是地方干部，这个在山东还有在重庆发生，都是这样。你说这叫宪宗事件？对，因为张献忠以前最有名的一句话是。
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物以报天，杀，对，七杀碑，对，就是这样杀。所以呢，这就是民间它有非常多冤屈嘛，对。好，那讲冤屈难以得雪，就只好发动这种事哈。那还有一个，在这个在11月4号、24号的时候，这是在官员家属开了一个酒店，酒店也是一样，它也是突然之间不知道为什么就被人家炸掉，然后就开始烧。那烧之后，周边的民众呢，他们没有需要去救，他们反而在那边拍，就显得很开心，没人救我，就很开心啊！你知道，还有人在那边喊啊，这个，所以你知道，市场地方上面有非常多这样的事件。好，那除了这些所谓的可能去炸或者是烧这个官员的这个房子之外，还有，因为我们知道前一阵不是发生无锡技术学院的无差别的这个事件吗？就他们现在开始怎么样？他们现在把很多这个所谓消防啊警察啦，或者很多这个安全干部都调到校园里面去，怕说这种事情再重复发生。所以让现在中国社会是隐隐的一种不安的社会这个氛围。至少从很多社会事件你可以看出来，人心是相当的浮躁的。所以吴总，这个今天的座位的安排，真的在中国里面或者中共里面是有学问的吗？每个东西不能乱做吗？还有，如果你今天从最后的照片，这个是跟中国这个国的解放军信息部现在一个非常重要的部队拍了这个大合照，可是看起来习近平是真的不高兴。以这种军委会的主席的身份啊，带着一干这种百官啊，对，这种高级将领去到这边去等于去演讲啊。他做的好像有3点才是了，那都是套话，我看也没什么内容。结果搞了一个这个图出来，就全部中国华人，大家各界华人，真的中国华人？不，当然了，因为这个是你现在看的新闻联播是央视画面嘛，那你起先看到那个是在新华社画面嘛？对，新华社画面看不出来嘛，比较不出来，没有什么特点嘛。但你看到这个画面就觉得很奇怪啊，因为那个是正面啊。对，因为你他那个时候听党指挥的这个打是什么作风优良，有台子的，那个是习近平讲给他的解放军的指示嘛。那你这个东西就是放到后面，正常就在这个台子上面放一个高台，然后前排就是这些所谓的上课、演讲、学习台，每一个人坐个桌椅，在那边听领导指挥嘛，听领导指示嘛。结果把它变成摆成这个样子啊，这个样子变成平起平坐啊。因为这个很奇怪的一个做法嘛，真的奇怪，当然很奇怪。这个他跟一般将领，这里面可能还有很多不是将官，可能是校官呢。那怎么跟他们平起平坐？这第一个。然后第二个还有一个，你要看新华社的稿，在人民日报的稿，我忘了哪一个，反正文字稿里面哈，以前像这种东西出现都会说习近平说什么。现在这个稿里面这些不见了，没有习近平说，没有了，所以最近军方所出现的习近平的领导的指示的才是，过去是东一个习近平，西一个习近平，然后南一个习近平，北一个习近平，现在都没有了，所以中央不见了，所以在这个不见绝非偶然啊，对不对？那一定是有一个系统的运作啊。那中指部它是怎么样子运作方式完成这个结果，我们不懂嘛，但结果看起来就是从这个画面。加上我刚刚讲到的文字稿的对照比，没有习近平说，这个东西就不是很正常。我又回到我前2天在上个礼拜讲的一个东西，就是苗华的接班人是谁，就是他政治部主任是谁接。如果政治部主任不是他的亲信接的话，那就确定他在军委会的领导的控制能力衰退。那他的不是说。如果我连枪杆子都掌握不了，那我的权力、我的党职可以掌握得了吗？你要佩服他，到现在为止他还撑住哦。你看他做多少错误的决策，经济情况那么不好，他跟俄罗斯的关系叫做什么上不封顶，对，到现在搞得稀里糊涂，搞得惨透了。然后他跟美国打的贸易战是他打的啊，他答应川普，然后最后反悔啊，对不对？然后弄了一堆事情出来，这个国家整个现在经济情况一路下滑到现在，然后要当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变成这个要是百年的最大的变局，要决定这个世界上最的未来，人类的未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现在变成了一直步步下滑，根本撑不过去了。所以这2个已经是差距极大的情况之下，他还能守在位置上，我认为已经是很不简单的事情。好，宇轩，当然现在全世界内斗最严重的就是南韩。南韩刚刚讲到，他现在已经是不是变输赢了，也不是变劲低了，已经把变神系了。现在李明博跟李在明2个是生死相搏，
第一个看谁下台，谁先入，谁先被抓，谁人头落地。不管是李在明或者是尹锡悦，现在两个人都是退此一步万劫不复。为什么？理由很简单，只要尹锡悦从这个台下下台，面对他的绝对是什么特别叛乱罪以及相关的司法，绝对是牢底坐穿，连同他的妻子两个人在里面一家团圆。但你以为李在明就好到哪里去吗？你知道为什么今天李在明这么紧张，一直要在这个短时间之内？宝哥，你知道李在明用了哪2个雷霆手段吗？哪2个雷霆手段？他在议会里面说，我原本议会是不是半年一个会期？其实每个国家都是一样。但是我们相关的弹劾法令规定很严格，只能在一个会期里面提出一次。结果，但是请问现在南韩现在是1个月一次，他1个礼拜一次。对啊，为什么可以1个礼拜一次？他说我把会期改成1个礼拜一次个会期。他直接这样干，对，所以他才会说，我礼拜3就提出弹劾案，每个礼拜都是不同会期。对，所以我们讲他们今年会有好几10个会期。看这大概也斗太凶了吧？对，我就硬要搞你，各位你都不知道对不对？不然你觉得很奇怪，哪有每个礼拜在弹劾总统这么怪的事情？就李在明搞出来，可他们这样也可以接受，可以接受啊。反正我就你看啊，他现在是不是192嘛？我就慢慢增加嘛，搞不好下一次变195吧？为什么他要在报纸上刊登？为什么他要不断的去施压这些执政党的议员？他就是看，我觉得6、7、8、9，我每个礼拜搞到最后200，我就过关了，我就直接让你尹锡悦下台。对，南韩是这样子哦，总统弹劾案一般来讲要180天，但是因为总统呢，他担任所谓我们讲的攸关国家安全重要的职位，所以他们上一次的案例是63天直接把它解决掉，但这才符合李在明的这个我们讲利益嘛。另外，他说这一条路如果行不通的话，执政党不配合，我也有备案。这个备案是什么呢？他之前我是不是讲过，我特别常设法，他特别去把它修法。所以现在我跟你讲哦，南韩李在明也是在野党搞出来的哦。检察官，特别检察官是由谁派任？在野党派任，而且涉及到我们讲的特别的叛国罪，不需要经由尹锡悦同意。所以他现在有一个备案，就是说，好，我跟你拼了。如果说我的常设法过了嘛，我马上检察官人选都出来了哦，整个在野党检察官提出2个哦。好，这个检察官你不追认也没关系，到时候他就办你，只要一办一压，我马上就可以请其启动程序。所以你知道吗？他为什么要这么拼？因为理由很简单，如果6个月之内他没有把他砍救的话，他自己会被砍救，他自己要坐牢。对，因为他现在我跟你讲，尹锡悦也不是吃素的，他检察总长出身呢，他针对这个在野党主席，他知道你势力很大嘛，他早就给他干嘛判这个我们讲的相关的什么罚金啊，但我跟你讲这都不是重点，为什么？重点是在这边。选举法，也就是我们的选罢法。如果说他一旦判决有罪的话，李在明会怎么样？他会被褫夺公权啊！所以对他来讲，如果说我今天来不及在时间之内把你从总统上拉下来，我的政治路也不用混了。我被褫夺公权，只要一定罪，我也完蛋了。所以对他们来讲，现在直接被他谁吸毒？为什么？我一定要拼到底啊！我如果不跟你讲，我如果不把你拼到底，把这个障碍给扫除的话，我讲我自己也没办法。因为现在李在明是南韩呼声最高的总统候选人，但他有可能只要尹锡悦比气长嘛。我撑得够久，你李在明呢？只要罪名一落实，对不对？只要判决一出来，这个半年之内，你就完全不用。我跟你讲，各位，如果说搞不好他如果有心的话，还会想尽办法用他最后残存的力量去加速他的我们讲判决嘛。因为司法系统你难保说里面还有人，所以对他们来讲，每个人都退此一步万劫不复。我现在跟你拼的根本不是说什么一定要把你拉下来，而是我如果不把你干掉，我的政治前途恐怕就没了。所以如果今天李在明刚刚讲哦。现在李在明在整个韩国的声望是50%以上，在50%到60%，但是尹锡悦他们这个执政党，他的党魁只有多少10%，天差地远。如果尹锡悦先倒了，尹锡悦只要一倒，他一倒被弹劾就要重新改选，重新改选，李在明就是总统，李在明说的是总统，尹锡悦一定人头落地。对，尹锡悦一定牢底坐穿。但我跟你讲，覆巢之下无完卵。为什么你想看看执政党到现在为止才顽强抵抗？因为现在整个在野党要的是什么？来，国防部长金融险，对不对？是你怂恿他的嘛？我也办。陆军的所有的这些长官们，甚至连警察厅、搜索厅，换言之，他虽然说我们说戒严的时候是不是要把所有的在野党抓起来？其实现在在野党也玩一模一样的游戏。今天你只要不要让我得逞，如果让我执政，我绝对把你执政党所有人都抓起来。